关岛不应当是美国的布什航母或锚尖，冲绳也并非天然作为美军位于太平洋的垫脚石。本月，英国记者力作《毒害太平洋》无情拆穿了美军沿用多年的谎言，面对百万受害者，否认是枯叶剂等化学武器不当投放的影响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检测结果证明，美军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做派俨然一颗太平洋上最大毒瘤。这样肆意使用化学武器荼毒生灵的行为，经广布太平洋海域，全球公愤更是哗然而至。关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美国2度收复后，就成了太平洋上美属最西、最靠近亚洲的岛屿，距离美国却超过9000公里。或许是地缘关系过于疏远，美军乃至全体美国人对这个小岛都没有什么国民认同感，不仅不给广岛原住民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利，而且直接把关岛当作无情的军事基地，随意使用化学武器。据统计，1952年，美国就先后往关岛地区运送了约5000桶紫色枯叶剂，橙色枯叶剂前身。此后，这些枯叶剂就开始落地生根了。对这一在美国本土使用枯叶剂的指控，美国国防部一直矢口否认，但事实胜于雄辩。虚假报告不仅被当地检测人员识破，而且美国环保局给出意见也与国防部报告自相矛盾。美国环保局于2018年接受关岛退伍军人布莱恩·莫耶自愿提供的土壤采样与检测服务。作为枯叶剂影响的幸存者，年过60的莫耶说：“我们有责任纠正不实报道中的错误。”莫耶同勒洛伊·福斯特共同创立了关岛橙色枯叶剂幸存者协会。福斯特在1968年被派往关岛，执行植被控制任务。在喷洒过柴油与橙色枯叶剂的混合剂之后，几天的时间，福斯特的皮肤就开始化脓，此后患上帕金森、局部缺血性心脏病。他的女儿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癌症治疗，甚至孙子出生时手指、脚趾都比常人多2根，且心脏伴有杂音。除了福斯特和其他4名受害者得到美国方面赔偿，五角大楼坚称没有在关岛任何位置使用、测试或存储过枯叶剂，并且虽在1952年曾将枯叶剂运往关岛，但这些化学试剂还未部署时，战斗就已经结束。就此，美国方面声称这些试剂随后被运回美国。然而，军用枯叶剂的主要研究人员拉尔夫·斯坦顿表示，国防部没有将试剂运回美国的记录，且1950年代运输成本高过试剂本身，所以斯坦顿认为五角大楼的声明完全属于传言，或者说直接就是谎话。根据斯坦顿的研究，在1960至70年代，军用枯叶剂在关岛的使用十分普遍，并且经由关岛运往东南亚地区。1970年，关岛第43运输中队中士爱德华·杰克逊证实，关岛安徒生空军基地拥有大量军用枯叶剂，成千上万桶。这种试剂的危险性放到现在，我们自然一清二楚，退避三舍。但凡知道一点，都不会让自己毫无防备暴露在试剂之中。那为何还会有不计其数的人受害呢？斯坦顿指出，是军方和制造商一直对外隐瞒该试剂的危险清除地表植被，而是更为直接的土地水源污染。爱德华·杰克逊表示，运输过程中总是难免颠簸磕碰，和现代暴力运输也没有多大差别。这时，运输中队的做法一般是将卡车停到路旁悬崖边，从悬崖上将这种致命物质向广阔的太平洋倾倒。仅爱德华一人就倒了约25桶。毫无意外，这种做法受到美国官方严厉批评，并且随即进行环境测试。结果显示，整个岛发现了近100个类似的污染点，其中一个检测点土壤中的二恶英含量高达100万分之19000，而安全水平应该是低于10000亿分之1000。名列全球毒性最大的地点之中，这近100个污染点好巧不巧，许多都靠近关岛北部，为岛民饮水来源。二恶英是一种脂溶性细胞毒，不易代谢，能侵入 DNA， 致畸致癌。橙色枯叶剂当中含有微量二恶英，主要是 TCDD， 是彩虹枯叶剂当中毒性最大的一种二恶英。这样看来，关岛检测地点的检测数值所代表的危害性就十分明显了。关岛居民中鼻咽癌和糖尿病患病率飙升，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。2007年，前关岛大学教授路易斯·西弗雷斯发声称，此后6年，数百名受此影响的退伍军人提供的官方文件、照片、证词都表明，美军曾在冲绳岛上储存、喷洒、掩埋枯叶剂。据称，冲绳岛加手纳空军基地受枯叶剂污染的历史可追溯至几十年前。1955年至1975年间，加手纳成为地球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。据估计，军事飞行多达100万次。随行的后勤队伍中有一对未婚夫妻，艾伦·戴维斯和艾琳，都不幸遭遇了橙色枯叶剂的不良影响。
因接触枯叶剂，艾琳曾流产，并在25岁时需切除子宫，育有一子，但患有先天性缺陷。但究竟有多少退伍军人因冲绳地界的合理索赔要求？这些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，数据库仅列出了最初拒绝的案例。未被记录的是申请无回应，立即得到补偿，过早死于成绩的那些人。尽管退伍军人选择上诉，但是有些主张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才能有一个结论。于是退伍军人们常说，弗吉尼亚将拖延并否认，直到我们所有人都死去。即2恶英的平均水平比成绩还高22倍。据研究人员透露，美国此前订购了46万4千升粉剂，但记录使用的仅约5万升的喷洒量。现在看来，其余的粉剂来到了冲绳。近年来，冲绳基地附近的野生生物都被检测出了高水平的多氯联苯和 DDT， 这表示直至今日，冲绳岛的污染仍未得到净化。除了彩虹枯叶剂以外，美军也使用了许多其他危害性极高的化学武器。2000年的时候，美军将110多吨受多氯联苯污染的军事废弃物从日本运走，其中包括变压器、断路器等电气设备。根据美国条例，这些多氯联苯不能出现在任何有相关规定的美国领土，因其剧毒的致癌成分全球都是禁止的。最终，美国决定将这批废弃物运送到美属威克岛，该岛被用作部署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所支持的发射设施，存放时间定为1年。然而，在确切清除日期出台之前，这些废料就被岛上工人拿去废物利用，固定在混凝土板材上，是一片被污染的海洋。海洋生物、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都将斥责这种无良行为。原本这些多氯联苯是要运往约翰斯顿环礁的，多方抗议之下，最终选择了威克岛。可实际上，约翰斯顿环礁本身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，送到这个海拔仅1层楼高的环礁上。大概美国是按照重要程度祸害着辖区内的一些小地方。直到1994年，位于该环礁的化学设施发生爆炸，原本就深受技术程序问题困扰的实验设施，最终在2度飓风来袭时被美军弃置，或沉入大海，或冲洗一新，最终承受的都是太平洋这片海域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太平洋海上发生过和持续存在着的事情，英国记者乔恩·米切尔于今年10月出版了《毒害太平洋》这部书，成为10月14日记者会焦点问题。赵立坚表示，广阔的太平洋因为这一区域人民的福地，而不应成为美军的试毒场所、废弃站。然而，何止太平洋受到不应有的待遇？美国不顾环保、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径早已劣迹斑斑。赵立坚指出，是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，而不是其他国家需要向美国解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。他举例，一系列国际公约在美国面前都得不到应有重视。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，在保护生物多样性、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、合理分享遗传资源利益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而美国至今未批准该公约，看来是想成为规则之外的守财奴。以及控制有害废弃物跨境转移的国际性公约巴塞尔公约，在美国也未获批准，这也是美国四处放毒的前提条件。如果加入，那些有毒废物就只能寻求自我消耗，这对习惯转移伤害的美国而言就很难受了。此外，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协议巴黎协定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毕竟美国方面有人认为气候变暖终将结束，至于以怎样的方式和结局结束，并不在意。在军事领域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化学武器库存的国家，却迟迟不愿意销毁这些化学武器，最终长成世界无化武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的模样。总而言之，对太平洋、对蓝星，面对因自身拒不负责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，美国是难辞其咎的。